非有消息，由于委内瑞拉政府迟迟不批准加拿大航空的汇兑申请，加航已经向美国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胜诉的话，则委内瑞拉可能会被采取强制措施。加拿大航空此前开通过从多伦多飞往加拉加斯的航线，大约从2004年就开始运营。国际航线的机票付款比较的复杂，如果乘客是在委内瑞拉国内购票，通常会使用当地的货币，也就是玻利瓦尔付款，然后加拿大航空将收到的票款兑换成美元，再汇回家国内，形成实际收入。但委内瑞拉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加航需要向该国的货币兑换委员会提出申请才能拿到美元，而且由于委内瑞拉政府对货币的控制非常严格，自身经济又不行，要用外汇的地方很多，所以外汇奇缺，加航的申请经常不予受理，飞了航班还拿不到钱，加航不可能做义务劳动，于是在2014年便停止了加拉加斯航线。但是10年间积累的票款也不是小数目，由于票钱迟迟无法回家，导致双方矛盾不断。据称，经过各种努力之后，现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认定委内瑞拉仍然欠加航约2080万美元的票款，而且为了追讨欠款，加拿大航空也已经支付了约480万美元的法律服务费，损失惨重。全球多国都曾发生过拖欠航司外汇收入的事情，包括巴基斯坦、津巴布韦、斯里兰卡、孟加拉和尼日利亚等。2023年有消息说，孟加拉国官方滞留外国航空公司的票款收入超过2亿美元，仅次于尼日利亚，其中欠土耳其航空最多，约2400万美元，而尼日利亚欠航司的票款更是高达4.6亿美元，整个非洲共计约17.8亿美元的外国航司机票款滞留。外国航空公司们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除了像加航这样诉诸法律之外，他们还会向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投诉，实在不行就削减航班。例如2022年，阿联酋航空就下达过针对尼日利亚的停飞令。而这些欠账的国家自身经济也都不发达，本国的航空公司能力不足，如果外航都停掉的话，外向型经济难以转动，损失会更大，所以他们也会适时松口。去年孟加拉国的央行就曾经通知国内各家银行放行那些属于外国航空公司的资金，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尊严。不过像委内瑞拉这样超长期拖欠的情况还比较罕见，投诉停航都难以奏效，看来加航也只能求助于美国法院了。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下期见。